去，隔离第2天，吃晚餐啦！哇，是苏西耶！苏西还有这个照烧鸡肉，好丰富哦。我们先吃这个，哇，鱼软的寿司。鱼软有一种 sake 的味道。老实说，我觉得这边食物送的速度让我有点压力，因为觉得没有吃完就很浪费，然后他给的分量又很多，那东西是好吃的，只是分量真的有点多。我觉得在这里面吃的比在外面吃的还要好，因为他准备的餐真的都准备的非常的精致。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接受到中国医药学系系友部的邀请，来跟学弟妹们分享就业的一些经验，还有工作申请、研究所申请等等的经验。我就想说啊，那就刚好又在旅馆里面 quarantine 期间来跟大家分享好了，这样子可以好好的运用一下时间，到台湾就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刚刚讲了2个小时，我觉得我快要虚脱了，因为真的就是 non-stop 2个小时一直在分享。学弟妹的问题还蛮多的，我觉得很棒，代表大家是有在思考自己的未来的。哇，自己一晃眼也毕业了这么多年，台下的同学们都是大1到大4的小鲜肉们。我发现隔离也没有这么的痛苦嘛。今天的早餐超级澎湃的，我心目中的早餐可能就是面包、咖啡、yogurt、水果之类的。结果今天早上一打开门，发现桌上放的是龙虾，我整个吓到哇！然后想说早餐就龙虾了，那午餐还有什么？午餐他给我羊排，4只羊排，全部吃光光。我觉得我的食量好像越来越大了。因为是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做了一番 shopping， 然后也把我这几天再来要做的事情拟定好了。Thanksgiving 放完之后要开始上班，那我的会都是在凌晨12点到4点之间，所以我必须要当个夜猫子，我要慢慢的把我的晚上拉长，然后把白天可以睡到晚一点，这样子就可以比较顺的调过来。然后我也希望我每天可以做10分钟的拉筋，10分钟的腹肌训练，跟着我的影片一起来练2个礼拜，练出腹肌来。The lower your legs get, the harder it will be. Let's go, let's go. We go to the Jersey, where I sing, I'll be worried. You said it was nothing, but I know you get worried. 看我现在好累哦。原来讲话也是会累的，我现在去泡个澡好了。OK， 拜拜。Gratitude is best acknowledged when we have the clarity of mind to truly appreciate its presence. From that place, we can rejoice in the quality as we extend the feeling of joy to someone that we love. In this way, we open up our hearts not only to the joy that is present in our lives, but also in others. 耶！旅馆很好心的帮我送上了一台荧幕上来，它接上来，然后荧幕是上来了，没错。可是它上面一直出现这个输入不支援的字，怎么样可以把它去除呢？What does the world look like if everybody followed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Sure, thanks. You know, my big concern is that we're in a lot of trouble on all these different fronts: climate,
biodiversity, all of these issues we hear about in the press. Hello， 大家，今天是我在旅馆里面隔离的第7天，已经进入一半了。时间其实真的过得蛮快的。这几天我的睡眠完全的被打乱，因为我现在是调回到美国的工作时间，所以基本上我是要很晚开始工作，然后工作到凌晨早上可能4、5点，看看我什么时候有会，就是要待到那个时候再开始睡觉。可是我就没有办法睡太久，我可能睡4个小时就醒来了，所以至于我在工作之前呢，都还要再睡个几个小时，所以就是睡眠有点零散。希望之前可以把它整个睡满6到8个小时，这样子才不会这么精神错乱。我第一天工作真的是很像在睡梦中度过的，那个开会都是眼睛闭上在那边开会。现在整个生活的时间移动了，所以他送午餐来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到了晚餐才会把午餐吃掉，然后我的晚餐就是在凌晨的时候工作到一半的时候把它吃掉，所以常常吃到东西都已经冷掉了。那天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提供微波炉，因为房间里面的那个电压会承受不了微波炉，所以他给我了一个保温热水袋，那我就自己去加热水，然后把食物先放在旁边，这样子保温。但是其实还是有限啦，所以后来我就是煮热水，然后加一点点热水，让它比较热一点。最近几天也量了体重，真的是急速的增加，所以很开心。家人送来的 Switch 的健身环真的很有用耶，它透过游戏的方式让我一直想要去跑很快，结果第一天一玩完，隔天全身酸痛。耶！然后我特别想要做那个紧实小腹的，今天整个肚子这边都超级的酸。我觉得在隔离期间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每天定时的运动，不管运动多久，就是每天都要运动一下。我最近加入了 Elo Move 这个瑜伽品牌的 membership，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带你到全世界不同地方去外面户外做瑜伽。像我最近在用的就是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面做瑜伽，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鸟啊在旁边飞来飞去。特别是在隔离期间一直被关在旅馆里面，有一种让你可以带你到大自然的感觉，也是还蛮不错的。前几天发生很雷的事情，就是早上6点的时候，旅馆的电话就响了。哇，早安！今天天气很好哦，但是今天很早起，刚刚6点半就被吵醒了。然后想说为什么这么早打给我，到底是什么事情？一接起来他说，王小姐，警察在这边要跟你讲电话。然后我想说，警察到底要找我要干嘛？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结果呢，警察就说你是不是手机没电了？然后我才惊觉完蛋了。我在美国每天睡前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手机关机。然后因为那天睡前非常的神志不清，就也把手机关机了。结果早上6点，警察就在旅馆的1楼等着我，想说这个人是不是跑走了？所以我赶快跟他说对不起，不好意思，一定要记得手机不可以关机，不然警察就会找上门。最近几天也开始上我很喜欢的一个 LA 的舞蹈老师的课，把去年上的课再拿出来回味一下。好在这个旅馆的空间还蛮大的，我就在这边跳舞。点了非常多的 Uber Eats， 真的很方便，不过运费就是每一次都要50块左右。喝了一些抹茶饮料啊，还有抹茶千层派，超好吃的。我觉得台湾东西真的很好吃又很方便。我还订了生巧克力跟很漂亮的抹茶卷。
我再来几天可以把这个作息调得更好一点。OK，see you later， bye。今天是隔离的第12天，起了一个大早，因为刚刚早上他就打给我，跟我说裁剪车再过几分钟就会到楼下停车场等待。裁剪的话呢，就需要带证件，然后还要带500块，也可以刷卡。我们去做裁剪吧，很难相信我要跨过这一个门了。Let's go。现在心情很复杂，因为很久没有走到外面来了，觉得有一点郁郁的感觉。我要到 B1 哦。OK，B1。消毒一下吧。哦，裁剪车到了。我刚刚做完了，从来没有鼻子被戳这么里面过，第一次。因为以前在美国做也都是自己，他就是在你面前看着你，叫你做。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恐怖，因为它戳得蛮里面，然后转，一做完的时候会很想要哭。不过还好我没有像其他人讲的，有些人还会流血什么的，恐怖。那就希望到时候这个成绩单出来呢 ，negative，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开旅馆啦。Hello， 大家，今天是隔离的最后一天。我就来聊聊我的隔离感言吧。我刚刚已经去 check 体重机了，我真的重了3公斤，因为食物真的就是一直来。但是我到后来呢，真的很节制的吃，我都跟他要全素的或者是蛋奶素，因为我就可以吃到比较多的菜。然后它菜有时候是蛮油的，所以我都还会再放在那个热水里面洗一洗、烫一烫，然后再吃，顺便加温一下。我现在在喝它这个是我的龙虾南瓜汤，跟我的衣服颜色好搭哦。我外国朋友看到我的 pose 还以为我是得了 COVID， 为什么要被关这么久？他们都不了解，在台湾是要被关14天，而且因为第1天不算，所以其实是15天。然后有朋友就说你是住在 Golden Cage， 就是你虽然不能出去，但是你的待遇也是蛮好的嘛，每天都有人送餐。然后里面设施也不错，每天都可以泡澡，空间也算还蛮大的。我觉得好像说的有道理耶。其实我被关一关，我没有感受到人家说的关到第10天有一种怀疑人生的感觉，我没有。我发现我还蛮喜欢跟自己相处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在里面的话做事很有效率，就是没有人打扰。而且让我想到很多的名人，他们都很喜欢在1年当中给自己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时间，去一个远远的地方，然后就是待在那边，不要工作，不要做任何事情，就是专一的去，比方说有些人他会看书，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去规划他明年要做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干扰，转换一个空间的感觉。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在做那件事情，除了我还要工作，所以这段期间好充实哦。我录了2支影片，给了一个演讲，学了1支新的舞，我甚至看完了一整个 season 的 Housewives of Beverly Hills。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个是没有营养的，可是我就很喜欢看，就很好笑。我在假日的时候就把它全部都看完了，总共有20几集。然后我每天也有至少运动1个小时，不管是拉筋或者是做腹部的训练等等的，或者是用健身环。所以老实说，对我而言，我觉得过得蛮快的，而且如果你要我再住1个礼拜，我可能还是可以继续住下去。没有啊，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出去之后赶快跟家人朋友见面，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再来要去环岛的一个小旅行，所以之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比较多环岛旅行的一些 video。我觉得大致上这个 hotel
的服务啊都算蛮好的，你如果需要什么零食，你就可以用 LINE 跟他讲，他在隔天都会补上来。最喜欢的点就是它这个空间算是蛮大，而且又是挑高，所以没有一种压迫感，会觉得住在这里面也是蛮舒服的。唯一一个我觉得缺点的话，就是因为它是面对着高架道路，所以我对于声音还是比较敏感一点。早上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我就会醒来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个是一个白噪音，因为要工作，我也有请家人帮忙带了一个比较大的 monitor， 所以我在这边基本上跟在家里工作也是没两样。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书桌，它书桌很大，可以足以放下我3台电脑。对，我真的带了3台电脑回台湾，而且还自己带了外接 keyboard 跟滑鼠。工作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坐在那边8个小时，你一定需要一个大的 monitor 跟好用的滑鼠跟键盘。有些人好奇我住的这个房型一天多少钱？一天是5000块钱。它原本好像是更贵，但是有一个什么补助方案，就可以减几百块。是自选餐的话，会再多加好像1000多。而这边的 view 也是不错的，它可以看到101，然后可以看到夕阳，所以还是有一个在过生活的感觉，没有像是住在监狱里面的感觉。那他们也跟我讲说，因为我的结果是阴性，所以明天就可以出去啦。那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兔兔药师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给我一个赞哦。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希望我们的疫情可以早日结束，大家一起相约出国玩。下支影片见啦，拜拜。